乌军连续收复哈尔科夫等地，迫使俄军撤退后，普京最忠实的头号粉丝车臣领导人小卡德罗夫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长篇大论，不仅痛斥了俄军的表现，甚至还要亲自找普京谈谈，同时决定增兵10000人前往敖德萨。这一系列操作呢，确实给大兵搞迷糊了。莫非车臣准备反水单干了？车臣究竟会不会倒戈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9月初，乌军像是打了鸡血似的异常勇猛，连续收复了哈尔科夫和红利曼，迫使俄军撤退。尤其在哈尔科夫，俄军撤退的是相当狼狈。而在基辅大肆宣传重大胜利的消息时候呢，俄国防部却给出了似乎有些牵强的理由，那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们做出了军事调动，用以增强顿涅斯克方向的兵力。对此，车臣领导人拉姆塞·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长达11分钟的视频演讲。视频中的小卡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俄军糟糕的表现，还特别声称这一做法完全没有意义，提出如果俄高层不改变行动策略，那么他就会亲自去找普京谈谈。同时，小卡还决定向敖德萨增加10000人的车臣部队。此番言论一出啊，外界可谓是一片哗然。这可是小卡领导车臣之后呢，首次明目张胆地发表这种言论。要知道，他作为普京的最具影响力的粉丝，居然说出了这种话，不仅让俄军没了面子，普京脸上也挂不住啊！难道车臣是准备倒戈吗？首先要提的一点啊，车臣看似对俄罗斯忠心赤胆，实际上呢，想要让他们真玩命，那就得加钱，准确的说呢，是加权重。目前车臣有超过3万人的精锐武装，但是却只听从小卡德罗夫的指挥，就连驻车臣的俄军最高指挥官也完全调动不了这支部队。而更让他们嫉妒的是，车臣还得到了俄中央的全力扶持。从2006年开始，俄罗斯每年援助9.42亿美元支持车臣重建。此外，车臣每年还能获得大量的财政补贴，比如2017年，车臣财政收入为592亿卢布。这其中呢，有485亿就属于俄联邦的补贴资金。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没有算上每年的重建资金。此后经过10几年的发展，曾经因战争而遍地废墟的车臣，已经成了自苏联解体后新盖房屋比例最高的行政区之一。这与俄罗斯多数城市还是老旧房屋的为主的现状，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对于普京给予的特权啊，从之前小卡德罗夫的表现来看，那绝对是忠心耿耿。每次他和普京会谈时，两人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经常抱在一起。从他的个人账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小卡最爱说的就是“我是普京的一个卫兵，希望普京永远连任”，甚至连日常行为举止啊都和普京保持一致。比如此前普京拍了一张照片给野生虎检查身体的宣传照，他立马就搞了一只小老虎当宠物，抱着它拍了一堆合照发到网上。不仅如此，小卡德罗夫还带动整个车臣开始对普京的个人崇拜，导致普京得票率最高的地区啊，始终是车臣，每次都能超过95%。不过虽然表面小卡极其亲近俄罗斯，但他背地里却是小手段频出。比如在2020年4月，俄罗斯新冠疫情第一次爆发的时候呢，小卡就以抗议的名头直接封锁了车臣共和国的边境。而在俄总理米舒斯京对此提出质疑之后呢，小卡则直接在社交媒体上把这个俄罗斯总理给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为什么一个地方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嚣张呢？咱们上面提到的车臣总数超过3万人的地方部队和特警，只听命于卡德罗夫家族，其中嫡系有1万多人。要知道，虽然俄罗斯有21个自治共和国，但是能够组建地方军的车臣那是独一份。因此其中的嫡系啊，也拥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不仅公开经商，还垄断了车臣境内的很多产业，甚至和驻车臣的俄军部队发生冲突都不在话下。据俄媒报道，在2004年到2008年间，小卡的嫡系部队曾经为了争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多次袭击驻车臣的俄军部队。当时的俄中央却以稳定大局为由强压了下来，要求驻扎在车臣的俄军克制一点。毕竟普京很清楚，在高加索一带如果没有车臣部队的支持和配合，他们是很难玩得转的。所以只要小卡的嫡系部队不在车臣以外搞出严重的命案，俄罗斯中央是根本不会处理。而这一系列事件呢，其实都是小卡搞的小动作，目的是让俄罗斯政府对车臣持续输血。
因为车臣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20%，一旦俄高层下令削减甚至取消对车臣的补贴资金，那么车臣呢必然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内乱。对此，普京呢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以俄罗斯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呢，除了砸钱去维持和平以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简单来说，现在的车臣对于俄罗斯来讲，一旦俄罗斯国内局势出现动荡，那车臣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搞事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俄罗斯和车臣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尴尬呢？其根源还要追溯到19世纪。1859年，俄国征服了车臣的前身伊玛目国，自此车臣地区并入俄国版图。但是此时的车臣呢，并不愿意臣服，于是车臣内部爆发了暴乱，反抗对待俄国人的统治。而俄国呢，也以暴政作为回报，双方征战不休，直到1881年。此后苏联的成立，车臣虽然被斯大林单独拆成了自治共和国，但是随着二战开始，车臣又燃起了独立的火苗，选择与德国人合作，想谋求彻底独立。而此举呢，也是彻底激怒了斯大林。1944年，斯大林几乎将整个车臣民族强行流放，有大约38万车臣人被驱逐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境内，并撤销了他们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才允许车臣人回归，同时也恢复了他们自治共和国的名义。直到苏联解体，车臣人突然又意识到独立的机会来了。1990年3月11号，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此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呢也纷纷效仿，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1991年11月，时任车臣共和国总统杜达耶夫也效仿这些国家发表了独立宣言，但是这份宣言呢却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承认。对此，俄罗斯的理由是车臣并不是苏联的一部分，而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换言之，乌克兰、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都是苏联的组成国，而车臣则是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共和国，也是俄联邦的85个一级行政区，和乌克兰、格鲁吉亚这些国家不一样。此外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车臣所处的区域盛产石油天然气，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交通便利。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俄罗斯是肯定不愿意放过的。上世纪90年代曾爆发了2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先后击毙了4任车臣总统，双方死亡无数，而车臣武装也多次报复，给俄境内造成了极大恐慌。直到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通过一些手段，车臣才最终平静下来。因此网上一直流传着小卡效忠的不是俄罗斯联邦，而是普京本人的说法。当然了，这种说法呢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小卡与普京关系很好，甚至有人称他们情同父子。小卡一有请求，普京都答应，所以车臣看起来才很稳定。而在普京眼里呢，只要车臣不乱，那么车臣治理也就无所谓了，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例如车臣2次战争后，国内青壮年男人较少，因此小卡为了迅速增加人口，鼓励车臣实行一夫多妻。但是这种做法呢，却与俄宪法相违背，普京并没有过多干预。据说目前这种一夫多妻虽然没有公开实行，但在车臣已经很多了。另外，小卡的私人武装也是俄方默认的，这支武装仅效忠于他自己。虽然这支私人武装极大方便了小卡德罗夫甚至普京在剿灭车臣反政府武装还是打压对手方面都是极为好用的，但在事实上也成了威胁俄联邦对车臣的控制。如果普京下台或者去世，到时候小卡德罗夫再也没有掣肘顾忌，那么一贯野心勃勃的车臣或许会爆发第3次战争。虽然没有人敢打保票，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给予了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底气。不过呢，这也并不是说俄方无法解决这一隐患。如果俄联邦不再设总统，那么车臣也不可能再设总统一职。或许未来的车臣会是另一种管辖模式，例如小卡成为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而车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很高明的一招。车臣呢，或许被分而治之，或者合并到一个地区管理。届时小卡如果想乱，那么他的结局必将会很惨。当然了，这种情况呢，即便小卡同意，那么其他20个自治共和国也不会同意的。总而言之，车臣人此时的蛰伏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只是在积蓄力量。目前的车臣和当年苏联时期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跟着俄军到处作战。
同时，表面上绝对忠于普京的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或许也并不是真心臣服，只是在等待时机。毕竟小卡在车臣的话语权相当的大，俄政府呢，当然也不太可能完全放心。即便小卡始终在向外界传递自己就是普京的狂热粉，也愿意为普京踏平乌克兰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但俄政府实际上在北奥塞梯地区还是有一套权力制衡机制的。通过扶持在历史上和车臣人有民族矛盾的达吉斯坦人，也就是山地塔吉克人，这部分山地塔吉克人不仅有战斗力，同样很强的达吉斯坦特警部队，从而制衡小卡的私人武装。同时还有大量的当地高官被普京直接带到了莫斯科，在俄罗斯部门体系中任职。从过去近100多年的历史上看呢，大兵认为车臣这个雷迟早还会爆，只不过今天的俄罗斯还有普京，一旦普京时代落幕，或者俄国出点麻烦，恐怕车臣又会躁动起来。毕竟有句名言，那说的是相当贴切，那就是俄有难，车必乱。所以车臣依然是俄罗斯最大的隐患。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朋友认为车臣会不会倒戈呢？欢迎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